30G 这块近些年我们共同品鉴了不少精彩设计，但刨除花里胡哨营销堆砌以及单纯的参数升级，归根结底厂牌中真正辐射开来，或者说某种意义上沾点变革性并直接影响了行业走向的其实并不多，好像总共只有2次，一次是红魔的上下出风，一次就是黑鲨的三明治。今天斗胆预测最有可能的第3次终于来了，飞智 B8X 自研吸入式，咱们简单瞧瞧究竟怎么回事，好使不好使。2点说明，首先还是像之前说过的，37品类对固件格外敏感，所有结果仅限当前版本，如果不同，参考需谨慎。然后今年黑鲨发售属实比较晚，没赶上这期，得下把再说了，部分图表可能包含前作，别整混了就行。飞智 B8X 上手总体延续功能性为主的家族设计语言，甚为简约紧凑的基础上，仍旧透着一股独特且浓郁的本源式工业韵味。如果说红魔这把算没有多余的装饰点缀，那飞智就是发自肺腑的凝练与纯粹。毕竟正常情况下，为了销量，多少得偏点由外到内嘛。但这哥们儿你都不用踩碎，一眼大开门的机芯优先，而后外壳再随行适配。不过该说不说，如此有限的发挥空间下，凭借流畅的线条、不俗的一体化，倒也做到了没有令人觉得过于单调乏味，同时周身几无任何明显毛刺水口，足够的细腻到位，可能是市面唯一硬是把简单直白的塑料隐约整出了几分自然高级的存在。受限于细风架构，纵向完全置顶的风扇令整机绝对高度基本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了，即便传统背夹款也得甘拜下风。好在其余部分大体保持了前座尺寸，使得实际在手感受上凸起似乎倒也没有特别过分。横屏握持坡面不耽误放手指，只是这把毕竟风往上吹了，最高档位长时运行，这圈壳体难免相对温热，优先推荐正常搭在手机上或者立面部分。重量方面虽大致增加了 9.6%， 来到将近102克，不过横向参考同段位当中依然还是最轻的那个。智能模式与 RGB 灯光皆可直接通过顶部物理按键切换，在这方面本代红魔仍旧沿用的只能单纯控制启停的波动时，就反正下回好歹升级一下吧。B8X 灯光支持独立软开关以及亮度自定义，同样还有比较丰富的灯效模式与完整 RGB。不知道大家觉得飞智今年的设计如何呢？你愿意打多少分？欢迎弹幕留言参与互动。好了，无关痛痒的部分扯完，该猛猛的瞅瞅了。当然按照惯例，主要是我比较心痛，先来一台 G10。受限于一体化外壳与颇为紧凑的空间，拆解难度与前作基本相同，对比同类其他要稍微拐点弯，毕竟冷面螺丝还是隐藏在了磁铁下方，同时想完全拆解的话，在没有电烙铁的前提下，也依然势必得剪断一组线。由上至下，首先西风散热架构主要大致3部分。第一，散热效率。风道部分受思维惯性影响，初见你大概率会不自觉的用 B8X 的进风口去横向比较传统背夹的出风口，进而感觉好像又窄又小，但其实这圈比的应该是其他散热器的圆窟窿是吧？不仅没小，参考前作实测面积估值反倒增加了大致 15%， 很有可能是目前市面同类当中最大的。这也就意味着假设风扇相同，单位时间内空气流量更多。然而可怕的是，这哥们风扇规格也是最大的。参考前作官方数据，风力增强 56%， 且以近乎外挂的方式完全未侵占散热片空间。得益于此，加之升级超薄鳍片，散热面积也挺暴躁。官方数据原地提升 400%， 达成闭环。可以说搞到这份上，恐怕散热效率真的是想不高都难，估计根本不需要怎么太压榨制冷片，咱们直接试下空载。25摄氏度室温15分钟空载，参考前作 B8X 总体依旧延续30秒必达零下的吹降传统，超频模式冷点温度生生怼到了最低零下 12.6， 0摄氏度后平均 11.7， 即便是低档的极强模式，最低也有零下 11.5 摄氏度，零后平均 10.9。 此般轻松的模样显得击穿零下10摄氏度这个事儿突然好像本就是寻常操作了起来。相比之下，前作目前的最低零下 7.5 几乎可以说是直接干成了玩具。然而这还不是最过分的，常言道要想马儿跑得好，就得让马多吃草。但今天飞智非要表演的节目是人间奇景之什么叫马儿边跑边插秧种草。看到功耗了吗，朋友们？ B7X 平均 22.5 瓦，但是 B8X 极强模式只要 21.7 瓦，超频也才 23.9。 前者为例，平均效能相较前作原地提升 16.2%， 哪怕是超频模式提升都有 8%。 果然这才叫升级换代啊！这里 B8X 超频模式的功率曲线峰值稍稍滞后了一点，是因为该模式每次都需要上电后再到 APP 当中强制读秒并手动开启导致，不必纠结。
横向还是参考红魔，小红自打上回敲完后固件有更新，测起来确有提升，尤其磁吸版基本达到了背夹款同水平区间。这样的话，纯轮控载温度，飞智的极强模式与红魔哥俩其实严格讲差异倒也不算特别夸张，毕竟这里没有包含正负1到2度的体质问题。不过当然，就随机抽到的这几台个体来说，飞智 B8X 超频模式数值最猛无疑，甚至都用不着超频出手，极强模式即可。然后相信有眼尖的朋友应该已经看出来了，这局真正的玄机仍在功耗之中。不同于飞智的宛若闲庭信步，红魔几乎已然满载，逼近常时运行上限。磁吸款为例，此时假使温度与飞智对调甚至更低的话，尚且说得通，只是可惜仍旧止步零下10度，终究坐实差距。相较红魔 B8X 超频模式效能高出 22.2%， 极强模式高 31%。需要补充说明一下的是，红魔背夹款起手时的停顿可能为这版固件的某种 bug， 100%触发，并非操作问题，好在确实也不影响结果。当然，除了散热部分促成这一局面的很大原因，还有制冷片。飞智本次升级为黑鲨惯用的40乘40毫米，虽然皮韧节对数没变，但面积相比红魔沿用的36毫米还是大了不少。最关键一点，如果粗暴根据规格换算，飞智制冷片的理论极限应该在45瓦左右，几乎只发挥了 50%， 但红魔是34瓦，80%高位运转，已属仰仗制冷片身体足够硬朗，效能自然没有那么高。回到拆解第二部分，噪音控制。B8X 尽管效能与散热表现不俗，但说实话，尤其高档位，毕竟要维持零下10几度的低温。从加大的叶片尺寸就不难看出，风扇本身压力并不会反向减轻。好在没有像传统散热器那样直接固定在散热片上，多了个塑料支架减震。加之本次吸风架构进出风口约等于1:1直通，气流湍流或者涡旋天然就很少，看起来几乎没有能撞壁的地方。于是相对制冷能力来说，噪音倒也算控在了合理范畴，绝对数值比前作要大一些，横向参考红魔，尤其超频模式差不多。不过注意，这点可能仅限于数值，因为频谱中可以看到红魔的特点是2000到4000赫兹左右的高频偏多，而这部分又恰好是人耳较为敏感的范畴，听起来不免有些啸叫的味道，会直接影响主观感受。朋友们不妨听听看，告诉我你觉得哪个更吵。第三部分最好理解，风到不吹手嘛。传统架构要么出风天女散花，其中好点的勉强算吹手汗，差点的这些反向加热手机，要么上下出风确实无干扰，但同时握持区域也没有了任何额外福利，附带可能的加热供电接口。该说不说，恐怕还真就唯有西风架构除了后点一定程度几乎兼顾了所有优点。说出风，它直接吹在对象，只要你不是偏爱趴在别人脸上玩，其实毫无疑问的完全远离。注意这里画面取的是截面，所以并非完整形态，实际是类似龙卷风的螺旋喷射。然后说进风呢，至少半个辅助风冷，微风扶手，降低握持区域热量堆积。看到这个有点像手里剑的隐约轮廓了吗？这就是气流进入风扇前划过手机的轨迹。其他没啥了，做工总体保持前作相同水准，主板正面有防水胶，背面有单独隔热层，按键品质明显比上次强。此外接口多了一道硅胶，冷面面积几无变化，不过因为制冷片升级40乘40毫米，这个占比大致增加 10%， 来到了 55% 左右的主流水准。热力图中也不难看出，主要制冷区域比此前大了一圈。最后磁吸，这把朋友们终于不用再看到我拿着个便签纸扯犊子了，直接上实测数值。美中不足，由于手头没苹果，所以只测了原厂磁吸片和理想情况。最猛磁铁飞智 B8X 无疑，高达至少65牛的变态垂直吸力遥遥领先，属实夸张。搭配原厂磁吸片，大致在15牛左右，能称 1.5 公斤，比前作增加了 36%。这里红魔虽然磁铁本身没有那么离谱，数值看起来甚至偏低，但不必纠结，搭配自家磁吸片时反倒是最高的，能有22牛上下，简单了解。接下来实测平台，思来想去还是选择了红魔12，主要这玩意儿各方面都实在太适合拿来测散热器了。所有散热器使用原配磁吸片，需要软件控制的部分一律通过其他手机完成，不与红魔12连接，确保平台独立，不会产生额外干扰。25摄氏度 3D Mark 烤机，这局全部数据都是现跑的，所以精度没得说。总体而言与空载情况基本吻合。B8X 超频模式周身平均降幅 16.3 摄氏度，极强模式 15.8， 分别比红魔6 Pro 低了 1.7 与 1.2 摄氏度。同时内部平
平均低2摄氏度左右。值得注意的有2点，第一点，这里虽然说是与空载一致，但其实只是巧了，毕竟受温度影响，手机自身输出并非完全恒定。装载 B8X 超频档为例，平均功耗比裸机时低了 0.5 瓦，这部分货存轻微加成。另外也不要忘了，这是实际上机，飞智还多半个风冷。第二点，至此飞智2个高档位间的关系就非常明确了。严格讲，实际效果没啥大区别，超频档倾向极值演示，边际效益递减，极强档效能更好，噪音也更小，日常果断选后者即可，没毛病。30摄氏度星铁实测，其他杂七八的数据都约等于没区别，只关注温度就行。飞智这边仍旧更低，周身平均低 3.2， 内部平均大致低了4摄氏度，差异看起来好像是更大了，但这并不是因为手机输出没有刚才烤机中猛，或者因为什么幺蛾子导致距离变了，主要还是环境温度对红魔6 Pro 造成的影响相对更多，大致多回撤了 1.5摄氏度，而这 1.5 反过来对于飞智而言，某种程度上很可能也就是西风架构多出来的那半个风冷在30摄氏度环境下的体现了，比25摄氏度时更加明显。总体看起来，飘散着独特工科气质，莫名让人感觉理性踏实的飞智 B8X， 反倒大概率就是今年主流厂牌之中你能买到的唯一比较有新意的散热器了。关键这个新意绝非营销噱头或者余外的花里胡哨，在身形重量仍旧保持高度克制的前提下，立足实际的西风架构，可以说不论散热效率，还是相对制冷能力的噪音控制，亦或使用中的无感体验等等，都带来了非常不错的表现。相较前作，称之为踩爆牙膏式升级并不过分。同时，不管相信与否，某种意义上，哥们儿也标志着这类散热器从单纯功耗堆砌向追求效能与平衡的转变卷到了最终篇。接下来各家不掏出点真正的狠活，怕是得难受了。好了，不知道大家觉得 B8X 表现如何？相较传统形制，你看好西风架构吗？欢迎评论留言分享观点。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我是大手哥，我们下期见。